是不是去找石毅了？对。又吃了一顿宵夜？没见面。没见面去干什么？总不会在人家楼下望穿秋水吧？确实在楼下。我想确认一下，我对他是不是有好感。确认方法是，如果为了他再次往返8小时，会不会觉得厌烦？答案是乐此不疲。哎呦，你终于肯承认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怎么做？接下来我准备求婚。从上海出来，你这手机就没离开过手啊？谈工作呢？我有个朋友在镇江，我在想要不要联系他。那我们扫完墓也没有什么事情了，要见朋友就去吧。我怕他不在镇江，放假回家了。在不在电话里不能说啊？是不是不好意思问啊？妈，行了，我不干涉啊。我不反对你交朋友，但是如果要交男朋友的话，你必须带回来给我看，我得帮你审一下啊。你越说越远了。你妈呀，有时候就非常矛盾，她既怕你眼界太高嫁不出去，又怕呀你因为太漂亮了，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追着啊，被骗着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。不会的，我对钱不感兴趣，那些诱惑不到我。这里边都是你要的协议。这么快就拟好了？我有模板。石毅小姐来镇江了，刚过检查站。你俩这是什么缘分啊？哎，人家来了镇江，要不要当面说？先回家吧。怎么，怕求婚失败啊？让你对着一个你只约会过1次的女孩子求婚，你觉得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少啊？那就看你的个人魅力了。今年扫墓的人这么多吗？都堵了1个小时了。应该不都是去扫墓的吧？听世峰说，这2天啊，很多企业家在镇江进进出出的，说是要投资项目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这儿有投资项目，我怎么没听说呀？不是投资镇江，是有一个会议，它的地点在这儿，想要引资，支持本土的高端制造业。这2年国际的环境啊，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。所以产业的升级换代就迫在眉睫，而发展高端制造业是未来几年的重中之重。老师，你说这么多，这跟堵车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不是吗？就有人邀请富商来这儿投资了吗？邀请的人很有远见。不光是要有远见呢，还得有实力，那才能引来更多的资金。还有良心，助力民族经济。对，良心。不愧是妇女，一个频道的啊。小丫头片子。
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想，在院子里打电话会不会太吵了？吵？这儿哪里吵？林叔，借我你的手机用一用吧。谢谢啊。你笑什么？打电话吧。我还是回房间打吧，安静一点啊。搞得这么紧张。是谨慎。喂，是我，我知道。在镇江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刚过检查站，我就知道了。检查站？相信你应该听说过，最近镇江比较特殊，所以来往的车辆都会有记录。哦，我听说了，是有一个招商会。对。我现在有你的家庭资料，核对了往来记录，确定是你爸爸的车。具体的原因我见面再给你解释。现在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我现在需要和一个人订婚。十一小姐，你是不是他女朋友呀？别乱说，我听说周琛老师是有未婚妻的。所以，都是真的。他确实有一个未婚妻，那还约我，算什么？诗怡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特意告诉我。祝你幸福。你误会我的话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诗怡，你愿意和我订婚吗？诗怡。或许你会有更好的选择。哦，我没有。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身材尺寸吗？啊，
过后需要给你准备一些衣服。啊，92、62、90。这个是女孩子的3围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稍等我一下啊。居然答应了。我可能还需要知道你的颈围、手臂上部、小臂、腕部、小腿、大腿，还有脚腕的尺寸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量好了发给你。啊，好。心服口服啊！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相信我，一个女孩子肯答应你的求婚，那肯定是心里边有你啊！可以啊，大教授。第一次电话吃宵夜，第2次电话就求婚。哎呀，你这人生啊，就和你的实验一样，有效率。我们之前不也通过半年的邮件吗？你在尝试说服自己吗？人家已经答应了周生老师，要相信你自己，你有你的魅力。哦，是吧？哎，去哪儿啊？去准备明天的上门礼。11美人，这一定是个天大的八卦，我还没听我都热血沸腾了。你让我缓一下。你要不说，我现在就开门宣布喜讯。来，我爸妈还不知道。迟早要知道呀。我没告诉他们我有男朋友。这么刺激，闪婚？不算闪婚吧，认识半年。他是干什么的呀？长得帅不帅？怎么认识的？那都……你让我好好想想怎么和他们解释，好吗？太刺激了。他们家有父母、小叔、婶婶，还有一个堂妹。林叔，你帮我看一看，什么样的见面礼比较合适啊？你算是问对人了。林叔虽然谈过恋爱，可也没到给岳父家送聘礼的地步啊。这哪是问对人了，这不是问错了吗？我逗你玩呢，姜啊，还是老的辣。上楼去，林叔帮你挑。走。妈，你坐下。那么神秘啊！坐下。最近上课挺辛苦的吧？我给你按按。你给我少来这套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有男朋友了。就你下午说的那个呀？嗯。他刚才和我求婚了。什么？哎，你们不是刚开始吗？是刚开始，但他特别想订婚，我答应了。谁呀？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想好了没有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快进来吧，请进，快进来吧。小陈，我们在楼下等你。
这是周生辰，这是我父母，我小叔小沈。叔叔、阿姨、小叔、小沈。来坐吧，坐，坐。我母亲因为身体原因不方便外出，但她也让我带了这些心意给到大家。哎呀，你看，太客气了吧？啊，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，都是我母亲的心意。姐，这东西好好看，不像假的。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提前准备了这个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还有我的，谢谢姐夫。好好看。哎呦，我忘了给你倒茶了，我去弄茶。快去！哎呀，小陈啊，我听十一说你是刚刚结束了西安的交流才回来。对，我刚回来没多久，最近就在镇江和上海2个地方往返。哦，那你来镇江，是来祭祖的吧？一是为了祭祖，2是为了招商会的事。哦，你研究的项目跟这个也有关系？这次的招商会，我们周家是主办方。对呀，这请柬上都印着周，没想到是你们家。是，哎，好啊，大好事儿！你看，这引资回来可是造福自己人的大好事啊！啊，哎呦，今天我得跟你好好聊聊。行了行了，你打住吧。人家今天专程来看大哥大嫂的，你的事儿回头再说。啊，对，今天正事不在这儿啊，不在这儿。但我真没想到啊，这个主办方和我是一家人。你看这个，对，一家人。来，喝茶，来，谢谢小叔，来。他们备了这么厚的礼，我觉得在家里吃是不是有点敷衍了？他喜欢什么口味的？我现在给他订。我们不在家吃，他妈妈想请我吃饭。哦，也是，你难得来镇江，去他们家看看，挺好的，是吧？嗯，那走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没办法留在这吃午饭了。你看你都说了10几次不好意思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人呢都是挺随意的，没事儿啊。石姨呢，好不容易来趟镇江，去看看你母亲也好。这样吧，以后你来上海，到我们家来吃饭，好吧？好。那你去吧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换身正式点的衣服。起来一下。看来十一挺中意的，哎，他俩感情不错呀。我看也不错。哎，你妈妈平时喜欢女孩穿什么？穿什么都可以，不用太刻意。不能随便，第一次见面要尊重她。你为了见我爸妈都特意准备过了，难道让我敷衍你妈妈？昨晚我请人准备了中式的旗袍。都是我家里人平时喜欢穿的样式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请裁缝上来，他们就在下面。好。这次时间太仓促了，还来不及熨烫。那要是不急呢？3分缝7分烫，老人都讲究，尤其他妈妈特别在意这个。石英小姐，你看看这些首饰，你喜欢哪个？好了。旗袍烫好了。
十一小姐，要喝水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不渴。林叔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应该的。之前你来镇江工作，我以为林叔是给你配的临时司机。来，什么？打开看看吧。这不是小孩带的吗？这是我家里人一直准备的，他们让我送给我未来的妻子。里面还刻了我的生辰。周生辰的生辰，好绕口。哦，我也有一个，回头我让我妈找出来。不过我那个只能收藏，戴不了。十一小姐，就算你的百岁只能戴，让一个快30岁的男人戴，似乎不妥当啊。啊，我没有让他戴的意思，只是想交换做纪念。林叔在跟你开玩笑呢。我想开玩笑，他都没笑。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。我们聊聊。好。你们家是做什么的？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。起初呢是靠实业起家，现在以投资为主吧。我看你们招商的请柬上只写了一个周，为什么不是周生啊？我们家是这样的，只有长子才姓周生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都姓周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家只有你姓周生，你的弟弟都姓周？差不多吧。为什么是差不多啊？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。你见到我家人你就知道了。好吧。那我们见了你母亲以后，会开始要住在一起吗？我觉得可以不用吧。我这么问不是说想要和你住在一起，我是没有订过婚，所以我也不确定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是，我觉得除了订婚之外，其他的事情可以都不用变，也不用打乱，就跟我做研究一样，你确定好一个研究方向，再进行实验，这样的话，既是一个比较合理，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。好吧，研究方向。你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负担。一会儿你见我母亲，可能要做一点心理准备。她也许会对你的态度比较冷淡，不是你的原因啊，是我的原因。你们吵架了？算是吧。那有什么忌讳的吗？或者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？没有什么忌讳。分居影响感情，千万抓住他，别让他去。夫妻要在同一个屋檐下才叫过日子。是啊，
难道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让十一一个人照顾？就算别人能帮忙带，爸爸也不能缺席。我们还没想那么远呢。哎呦，这热恋中的人啊，眼里见不到现实问题。大哥，你是男人，你要先想好。我知道。某人语气敷衍哦。我没敷衍，我已经在考虑了。你经常会来这里啊？不经常，不过我叔叔和我爸爸关系最好。哦，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我明白了。你什么时候离开镇江？后天。祭祖后我会离开半个月，等我回来，我就去你家谈订婚的细节。嗯。你妈妈的意见不需要考虑吗？在这件事上，只有一个女人的意见值得采纳，那就是你。哦。可我以后总要面对她的。会好的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问你一下。嗯。我工作起来之后，就很难保证可以随时接到电话，所以我想跟你约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每天可以通通电话。每天？嗯。好啊，我可以。我一般是起床后、午饭前还有睡觉前，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空。好，那就这3个时间点。具体的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早上7点，中午11点，晚上11点半。好，早上7点，中午11点，晚上11点半。那我进去了。路上小心。嗯。这除了是纯金的，还有什么说法吗？看着也不像古董。没有吧？和我们小时候的一样。这比他妈妈送的礼物差多了。难道他们家是他妈妈掌管经济大权，他是个空壳子？你想的比我还多。金锁多朴实，我喜欢。你喜欢我送你啊？我有可多了。满月的时候亲戚来吃酒，送了我10几个，都在我爸妈卧室抽屉里，都给。你自己留着吧。你们家开招商会，你不发言让我发言，差点紧张死我了。这如果是我的专业，那没问题。但像这种商业领域的会议啊，我还是觉得你合适。刚刚你不是讲的挺好的吗？哎呦，谢谢大教授给机会啊。联系11了吗？